国君而骄人，则失其国；大富而骄人，则失其家。富贵者不能骄人，你要礼贤下士。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，需要其他人尊重。孔子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历史代表着通鉴，通从古至今，鉴过去的镜子，提示现在，也提示未来。冯唐讲《资治通鉴》。冯唐讲《资治通鉴》，咱们讲第4个故事，选人的诀窍。我们第3个故事讲了君主之人，总裁 CEO 他们是干嘛的，他们的仁德，他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哪。我也简单说了， CEO 总裁这些人跟君王一样，找人找钱定方向，就这么3个大事儿。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那找人非常重要，找人有可能比找钱定方向还重要。得人者成人，得人者成事儿，这几乎是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硬道理。找到合适的人，好好用他，能培养他，能留住他。好，那你有可能会问下一个问题，冯老师，如何找人，找什么样的人，怎么用他等等。刚才你问的这些问题，在不同时候不同案例我们都有可能涉及，但在案例4我们集中讲一下如何找人，找什么样的人。上一期我们讲了魏文侯和他贤臣们的故事，这一期我们讲讲魏文侯的儿子魏姬，他跟他的父亲一样礼贤下士。魏姬出行遇到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，下车很恭敬的打招呼，田子方基本不理睬，或者非常的淡然，没有很尊敬他。魏姬很生气，就说：您觉得富贵的人能够对人骄傲，还是穷困的人能对人骄傲？田子方说：那当然是穷困的人。你看国君如果对人骄傲，国就没了；大夫对人骄傲，地就没了；国家和地没了，就没有人再给你了。而贫穷的游士，贫穷的学士，3尺微命，一介书生就不同了。你不听我的话，你对我不好，对我的行为不满意，我拍屁股就走，我到哪儿不就是受穷吗？那我怕啥？魏姬听完之后幡然醒悟，非常感谢田子方的教诲。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人尽其用，人岗匹配，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。魏国崛起，多亏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李克、魏成、狄黄这些人的帮忙。作为魏国的开国国君，魏文侯是怎么广招天下人才的，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呢？他其实是有选人的诀窍的。在选人的过程中，他周围几个贤人也多多少少帮了他。魏文侯有一天对李克说：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，我想从魏成和狄黄2人之中选一个相国出来，你说我应该选谁好呢？李克没有直说，而是列出了5条伟大的选人原则。魏文侯听完沉吟片刻，就确定了国相人选。那李克给魏文侯列出了哪5条原则？这5条原则背后的道理是什么？魏文侯最后选择了谁做魏国的国相，以及为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。子季出，骚田子方于道，下车服业。什么意思？子季是魏文侯的儿子，咱们上一个君王之人的例子里讲过
魏姬。子姬是王子，王子出行，与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不期而遇，在道上碰上，两车交错。子姬很有礼貌，下车就行礼，子方不为礼，田子方没有回礼。子姬怒，子姬就怒了，谓子方曰：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就反问田子方，你觉得富贵的人应该牛逼，应该骄傲，还是贫贱的人应该觉得自己牛逼，应该骄傲呢？谁应该得意，谁应该骄傲，谁应该行礼？他暗含的话说，我贵为王子，我给你礼贤下士，我学我爸，我礼贤下士，我给你作揖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，瞧你那个样，穷成这样，贱成这样，没我富，没我贵，然后你对我爱答不理，臊着我，你啥意思呀？你懂道理吗？你知道不知道人情冷暖呀？是你富贵还是我富贵？你该骄傲还是我该骄傲？到底是富贵的该骄傲还是贫贱的该骄傲？是富贵的该牛逼还是贫贱的该牛逼？好了，你这么听，你会觉得子姬说的对呀，田子方不对呀。当然应该是位高权重的骄傲，他可以礼贤下士，但是位不高权不重的，他就是应该低三下四，就是应该比位高权重的人更讲礼貌，更客气。你会发现有些所谓的常识不见得真的有道理。你要有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，自己自由的独立的思考一些别人跟你说的话，哪怕是长辈跟你说的话，哪怕是古代圣贤书上写的话，哪怕是古代最有名的贤者，甚至孔子跟你说的话，你要想想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对。举个例子，举一个我跟孔子的例子。孔子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就是你不想被别人做的，你也不要那样做别人。比如说你不想听到别人在你旁边大声喧哗，大声说话，影响你阅读，影响你思考，那也请你在旁边有人的时候不要大声说话，不要大声开电话会，不要大吵大闹，声音小一点。我虽然觉得孔子说的没错，但还要再进一步，我就加了一句，己所欲也要问问别人愿意不愿意，你再施于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自己觉得你希望别人这样对你，你这样对别人之前也要问问别人乐意不乐意。比如说你喜欢别人给你敬酒，甚至你喜欢别人逗逗你，让你多喝点酒开心，但是你给别人敬酒，逗别人喝酒，或者坚持让别人多喝点酒之前，你也要问问别人喜欢不喜欢这么做。如果别人不喜欢，停止，不要这么做。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，需要其他人尊重。好了，田子方是怎么回答子姬的呢？田子方并没有按照子姬的似乎充满常识的方向去说。子方曰：亦贫贱者骄人耳，富贵者安敢骄人？子方说，子姬啊，你的结论完全错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贫贱的人才敢骄傲，才能骄傲，富贵的人怎么敢骄傲，怎么敢得意？听上去好像不对啊，但是子方下边解释得很好。国君而骄人，则失其国；大夫而骄人，则失其家。失其国者，未闻有以国代之者也；失其家者，未闻有以家代之者也。什么意思？你国君骄傲，国没了；你大夫骄傲，家没了。失去了国，失去家，没有听说过你去别处还有人拿着一个国等你去管，拿着一个家等着你去管，没有的。夫贫贱者，
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则纳履而去耳，安往而不得贫贱哉？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是一个贫贱的人，我就是一介书生3尺微命，如果我的建议不被用，我做的事儿不入你眼，那我穿鞋而去，我到什么地方不能找口饭吃？我到什么地方我还是一个贫贱的清贫的书生。子机乃谢之。子机听明白了，拜谢田子方。子方说的对不对？我觉得说的对。一方面，富贵的人反而更加风险，因为他有富，他有贵，有权有名有利，他稍不留意就会失去，因为你的权你的名你的利是所有人都喜欢的。贫贱的人要不要傲娇？你有可能说每个人都不应该傲娇，这我同意的，但是贫贱的人是要有些傲骨的，要有些风骨的。什么是风骨？风起来的时候骨头不动不飘，我就是3尺微命，一介书生，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书生亦可傲公侯。你大不了你不用，我还是一介书生，我没名没利没权没势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在《资治通鉴》第6卷，鲁仲连也唠叨了一句，他是这么说的：吾与富贵而趋于人，宁贫贱而轻视似智焉。什么意思？是说我与其又富又贵，但是要仰人鼻息，要看人脸色，低三下四，那我宁可贫贱又穷又卑微，但是我是一个傲娇的个体，我可以轻蔑地看待这一世界的油腻，我可以放肆地过自己想过的贫贱的日子。这种精神我是非常赞赏的，这种精神在春秋战国以及以前，甚至到了汉唐，这种风骨在中国大地上还蛮多的，之后越来越少。具体到什么时候少到凤毛麟角了，我就不说了，但是相当少了，你就看到一世界一世界的油腻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你说在古时候有风骨是不是比现在更容易？我觉得不是的。现在你还可以用脚投票，你可以说老子不干了，仰天大笑出门去。我可以去泰国，我可以去新西兰，我可以去欧美去游学，去待着，去过那种无名无利贫贱的生活，去过那种眼前没有千万双手在我面前挥舞那种日子，上街不用戴墨镜，领份免费报纸就可以读半天。现在你还有选择，可以过那种日子，我知道那种日子也不容易，但是你想想，如果你在春秋战国，甚至到了唐宋，哪儿那么容易换个地方？换个地方，换汤不换药，你风骨还是会被打压，你还是使不出力气来，甚至你有可能有安全隐患，吃不饱穿不暖，甚至被杀。那个时候士大夫还能说出夫是贫贱者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则纳履而去，安往而不得贫贱哉？还能说出吾与富贵而趋于人，宁贫贱而轻视似智焉。赞，鼓掌，手工点赞。总体总结，富贵者不能教人，你要礼贤下士，否则你不富不贵，甚至又贫又贱的日子有可能就不远了。你有志于做管理，将来也会遇上这种决定性瞬间，你好好把握。选人的5大原则，按照这5大原则走，你就知道怎么选人了。平常跟谁亲，富贵的时候给出去啥呀？
官运亨通的时候带谁一块发达呀？官运不亨通的时候哪些事儿不做呀？没钱花，缺衣少吃的时候，什么东西他不拿呀？狄黄呢，转悠转悠，磨叽磨叽，再拜李克说：“您收不收弟子？”历史代表着通鉴，通从古至今，鉴过去的镜子，提示现在，也提示未来。冯唐讲《资治通鉴》，欢迎回来，咱们继续讲《资治通鉴》。文侯谓李克曰：“先生有言曰，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。今所至非成则亡，二子何如？”魏文侯和李克说：“先生啊，之前曾跟我讲，家里穷，希望有一个能够安排精打细算的老婆；国家乱，希望有一个懂管理、会治理的宰相。现在呢，我想找个宰相，不是魏成，就是狄黄，您觉得哪个更好啊？”当一把手，无论他是个国君还是个 CEO， 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挺关键的时候，就像布列松说的，决定性瞬间。怎么讲？首先他信任你，其次他把一个非常两难的，你做出选择不做出选择，你选谁不选谁，都有可能将来有某种后患的。你推荐了 A， 那有可能 B 将来会说你坏话，会恨你，有可能会恨你一辈子。你推荐了 B， 有可能 A 会恨你，有可能恨你一辈子。在这种决定性问题面前怎么办？这对很多职业经理人来说是个有意思的话题。我在想，我的一些决定性瞬间，在一生可能不超过5、6个，这种瞬间我怎么想的，我怎么处理的。你有志于做管理，将来也会遇上这种决定性瞬间，你好好把握，结合我今天给你讲的，之前给你讲的，以及之后给你讲的《资治通鉴》的某些决定性瞬间，你想想，它没有一定之规，但它一定有一些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。先让你看看李克是怎么回答的。对曰：“卑不谋尊，疏不谋器，臣在缺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”什么意思？李克先退了一步，说呢，卑贱的人不去讨论高贵的事儿，我们属于小鬼儿，神仙的事儿我们不太管。我跟您没这么亲，我没有在最核心圈子，所以呢，我不配说这个事儿。非常感谢您的信任，但是我不配说这个问题。魏文侯怎么说？魏文侯说：“先生临事勿让。”说先生您遇上关键的事儿不要客气，我是很真诚的想请教您的意见。客曰：“君佛察故也。”李克还是没有直接回答，没有做选择题，没有说我选魏成，我选狄黄，没有这么说。李克是这么说的：您没自己仔细观察，或者说您没把自己观察的东西总结提炼归纳出来。我跟您讲啊，选人的5大原则，按照这5大原则走，您就知道怎么选人了。这5大原则是什么？听好。居是其所亲，富是其所与，达是其所举，穷是其所不为，贫是其所不取，
吾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？李克说的意思是，这5个原则，您沿着他们去观察您要选择的人，您基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，不需要我来推荐。这5个原则是：平常待的时候跟谁亲近，跟谁来往过密；有钱的时候，发达的时候，富贵的时候，他给出去什么，给谁什么，给出去做什么。他官运亨通的时候，他推荐了谁，他带着谁一起往上升，他空出的位置他让谁填上的。仕途不顺，事业不顺，人生不顺，就是他使不出力气的时候，没法成事的时候，他选择性不干什么，还是得什么干什么。没钱，没资源，没东西，没吃没喝，那个时候他不要什么，他不接受什么。知道这5个，您就可以定这个人是不是有德，是不是有才，是不是能够用。说完这番话，文侯曰：先生就舍，吾之相定矣。魏文侯沿着李克的思路，沿着李克给的工具方法模板这5方面想了想，就说：先生回去休息，宰相的人选我定了。李克出见狄黄，狄黄曰：今者闻君招先生而补相，果谁为之？2个要当丞相的人，其中1个就是狄黄。李克一从文侯那块出来，就遇见了狄黄，而且狄黄知道李克去干嘛了，说明狄黄是有耳目眼线的，说明狄黄的信息是非常畅通的。你想，我刚才跟各位说，如果李克在魏文侯面前没有推荐狄黄，那狄黄一定知道；如果推荐了狄黄，其实狄黄也一定知道。推荐不推荐都是问题。狄黄能知道，那魏成也能知道。好了，狄黄就这么问了：听说魏文侯把您叫去，问谁当丞相？到最后谁当丞相啊？客曰：魏成。李克说：魏成当丞相，不是狄黄您。狄黄不开心了，脸上带相了，不开心，我不开心。这1选丞相2选1，没有选你，那之后你的日子是不好过的。部门缺一个部门长，选了 A 没选你；项目缺个领头的，选了 A 没选你；子公司缺个 CEO， 选了 A 没选你。那在相当的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没你啥事儿了，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。所以狄黄不开心，特别是如果你内心觉得你是更好的人选，你更有资格坐这个位置，你会觉得更难受。狄黄愤然作色曰：西河守吴起，臣所进也。君内以业为忧，臣进西门豹。君欲伐中山，臣进岳阳。中山已拔，吾使守之，臣进先生。君之子无父，臣进屈侯父。以耳目之所睹计，臣何负于魏成？说的什么意思？狄黄开始摆功，说吴起是我找的，西门豹是我找的，岳阳是我找的，就连先生你自己，李克你自己也是我找的，子机的师傅也是我找的，我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我能记起来的，我不觉得我比魏成差。李克曰：
言客与子之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君问相于客，客之对如是，所以知君之必向魏城者，魏城10路千中，19在外，11在内，是以东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死3人者，君皆失之；子所尽5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务得与魏城比也。你看李克对于狄黄的责问就毫不客气，直接回答。相对比而言，李克跟魏文侯就没有100%直接回答。2选1，你选谁？臣不够亲近，不够资格，我不说。不行，你不要退让。那好了，我也不直接说，我跟您说5个原则，你按这个5个原则去衡量，您自己就知道了，等等。但是对于狄黄，李克直接说，你把我推荐给你的君主，你是想把我拉帮结派算到你的圈子里，然后你当更大的官吗？君主问我谁可以当丞相，我是这样回答的，我可以判断当丞相的是魏城，不是你。为什么？因为魏城把俸禄的90%都花在别人身上，只把10%花在自己身上，花在自己家族里。他这么花钱，才认识了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，这3个人都是你国君的老师，而你推荐的5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国君都把我们当成臣子，你觉得你跟魏城能比吗？狄黄逡巡再拜曰：黄鄙人也，失对，愿卒为弟子。狄黄呢，转悠磨叽，然后再拜说，我呀就是一个粗人，就是一个见识短见识浅的人，我之前说的话不对，我错了，我希望成为您的弟子，您收不收弟子？这是司马光写的魏文侯选相的一个故事。平常跟谁亲？富贵的时候给出去啥呀？官运亨通的时候带谁一块发达呀？官运不亨通的时候哪些事不做呀？没钱花，缺衣少吃的时候，什么东西他不拿呀？请大家再次记住故事中李克给出的观察，甄别一个人的那5方面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这个故事能告诉你的。